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特约。今天回到大家最喜欢的全国鬼楼巡礼系列，这一期咱们聊聊湖北武汉的离奇恐怖景点。一家普通的5星级酒店，却在门前立着一块奇奇怪怪的九龙壁，2根柱子上分别刻着关公和钟馗。酒店院子里更是立着各种神像、佛像，他们放在这里似乎是为了镇住某种未知的东西。任你去找，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这么奇怪的建筑。这就是在武汉当地拥有无数恐怖传说的湖滨花园酒店。感谢 UP 主武汉密探小通哥拍摄的酒店视频，并允许我使用。湖滨花园酒店在业内通常被人们称为红房子。一个建筑如果不是寺庙的话，通常不会全身都染成红色。这种设计用民俗眼光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为了辟邪。那么这家酒店在武汉民间都有哪些传说呢？湖滨花园酒店位于美丽的东湖之畔，可有传言说这里原址是清末时期用来杀重刑犯的刑场，所以煞气和怨气都极重。更为可怕的是，在它对面早年还是一个回民公墓，自己建在刑场上，对面还是个墓地，可以说 buff 叠满。时间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的一位商人承包了这片地皮进行开发，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家酒店。可随着酒店竣工营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恐怖骇人的传说。相传最早出现灵异事件的是客房，有保洁人员反映，客人离开后自己收拾客房，收拾得整整齐齐，可刚一出门再回头，发现原本整齐的被褥变得就像睡过人一样凌乱，枕头也被人扔到了地上，无法解释。酒店房间也越来越冷，是那种让人身处其中非常不适的冷。大家都知道武汉是我国4大火炉之一，但听说当年的红房子酒店里哪怕是盛夏最热的时候，在房间里也会像开了空调一样凉风阵阵。不过我觉得这挺好省电费了。这里就要提一下上期泰国酒店灵异事件几个女孩说打开房门还没插电卡呢，就看到电风扇自己在转。上期评论区我就和一些朋友探讨鬼会不会是未来的新能源发展方向。大家想，世界上任何能源你都得遵循能量守恒定律，人类的发展就被锁死在这儿。可如果某天我们能把鬼这种可以打破能量守恒定律的东西给利用起来，让这个所谓的鬼24小时无偿劳动，到时候新能源汽车那就不用烧油烧电了直接弄个鬼在车里，然后贴个符咒，把鬼拘在车后面，让他推车，永动车不就出现了吗？弄不好将来我比马斯克还牛呢。公司我都想好了，就叫鬼之力新能源公司，大家现在积极投币就当入股了。开个玩笑，我想鬼这种东西就算真的存在，那肯定也得遵循能量守恒定律，所以永动机是不存在的，我们人类还是要靠智慧来节省。说到节省，大家看，这是我趁着每个月15号至18号美团外卖神券节点的必胜客披萨套餐，原价44元，购买优惠券后只要21.7元就能送到家，直接半价，超好吃，我和月月都喜欢。大家现在点击下方链接即可领取18元神券，每月15到18号都能领。汉堡王双料牛牛套餐原价53元，领券购买到手只要27.9元，2杯瑞幸生椰拿铁，领券后只要22.8块就到手了。所以美团外卖这次神券节非常给力。除此之外，还有超多大牌福利：5折的麦当劳，8.7的库迪咖啡，9.9的奶茶。每月18号还有万份霸王餐抽奖。大家打开美团外卖 APP， 搜索邓肯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享受优惠了。我们继续说红房子酒店。起初大家认为这些现象可能是工作人员之间的恶作剧，谁也没有在意。但是时间久了，大家发现房间莫名凌乱的事情，许多保洁员都向领导反映，也有不少的房客说在这里住宿晚上总觉得睡得不安稳，明明睡了一整夜，醒来之后疲惫感却加重了，还不如不睡呢。还有一位外国来华办事的记者说自己在房间里看见了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人，但转眼就不见了。经他的描述，有人说
那身衣服啊，其实是清代死囚的囚服。酒店的管理层得知后啊，表现得很震惊，但只是简单对工作人员进行了安抚，并一再要求大家保密。无论这件事情是不是所谓的灵异事件，一旦传出去，都对酒店的生意是个很大的影响。可不久后，夜班保安中又有人遭遇了更为可怕的事情。相传当年红房子的保安不是现在这种大爷，而都是刚退伍的精壮小伙子。一天夜里，保安正常巡逻，远远地看见两个身穿清朝官服的人拖着一个身形消瘦、走路踉踉跄跄的清朝打扮的男子，快速地往前走。没走多远，三人就停在了一处空地后，有人举起大刀，唰，一下将男子的头颅斩下。他们竟然目睹了古代刑场处死犯人的画面。保安说，看到的场景啊，十分真实啊，就像近在眼前一样。但缓过神来之后，一瞬间，这些东西就在眼前不见了。保安队长一边安慰保安说是你没休息好，看错了，但一边又将此事上报给了酒店领导。相传酒店的大老板啊，那位台商啊，去台湾请来一位风水大师到武汉，重金请来的哟。但这位大师到酒店里只停留了10分钟，就立刻推掉了这笔可观的收入，一再声称这事儿太大了，我管不了，然后就溜之大吉了。大师一走啊，酒店高层瞬间没了主心骨，领导为此事急得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时，酒店又出了一件事儿，一位来武汉办事儿的外地文员下榻在此。一开始啊，正常入住，忙工作，没有任何异常。但是某天和当地对接公司的财务人员回到房间核对了工作内容后，本地公司的会计啊，模模糊糊地看到房间里似乎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主观认为自己是看错了，毕竟长时间核对数目可能眼花了。但是会计回家后，恐怖的事情才真正发生。这位会计到家后，在睡梦中看见了一个看不清脸的红衣女子在不断的逼近他，并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会计陷入了恐怖的梦魇之中，怎么也醒不过来。在模糊的意识中挣扎了半天，会计终于能把眼睛睁开了，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站在原地的红衣女子。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看清了这个红衣女子的脸。第二天，会计和那位文员说起此事，文员面如土色，浑身颤抖不止，因为他昨晚在房间里也遭遇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并且他的脖颈处还留有青色的痕迹。这还得了？工作哪有命重要？管他什么出差，哪个叫 KPI， 全都放在脑后，溜之大吉了。我们说，按照常理，如果这么闹下去，这么凶啊，那湖滨花园酒店在事发的90年代肯定就废弃了，不会营业到今天。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原来酒店高层知道这样下去啊不是办法，又一次花重金从香港请来了一位师傅。那香港的风水师傅啊，比台湾的风水师傅见得多了。这次啊，这位师傅从整体环境、气场、磁场多方面给酒店进行了解释，说你们这个红房子前方的街道啊是呈圆弧状的环状路，而本酒店却在弧线的外侧，这在风水上就形成了所谓的反攻煞。通常来讲，就是将弓箭对准自己啊，被重伤了。加之原本这里啊就是刑场和坟地，更是将所有阴气汇集到了一起，那你们酒店自然就怪事频发了。经过大师的指点，湖滨花园酒店就变成了大家现在熟知的样子，整体刷成了火红的颜色，各种镇宅祥瑞的刻石，各路神仙的雕像画像啊，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什么教什么派的，只要有用都整上。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重病啊，什么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印度医啊、巫医啊、心理疗法啊、长文侠、外星人疗法什么的，有用没用通通整上，来者不拒。最后啊，还把雕刻的龙柱嵌在了楼体的两侧。大师解释说，这里啊进行普通的格局调整是没用的，酒店整体刷成通红啊，也不足以对抗坟场的煞气，还必须要有各种瑞兽和神话中的神仙来进行抗衡。所以我们通过小通哥拍摄的画面，可以在红房子里看见什么八仙过海的影壁墙、九龙壁、镇宅的麒麟石像、福禄寿三仙的挂画、关二爷提刀的石刻、钟馗陶瓷像，甚至还有兵马俑等
等等，只要有可能有用的神像，就往院里扔一个。经此一番改造啊，据说就此啊，红房子真的是旧貌换新颜，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灵异事件。直至今天，这里依旧经营着。几十年过去了啊，风平浪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湖畔5星级酒店。但此前几十年前这里发生的种种奇异传闻，早已成为武汉老人们的茶余饭后的谈资，演变成了武汉最著名的都市传说之一。今天说到鬼可以是一种新能源，甚至能打破能量守恒定律，就让我想起了央视《走进科学》曾经报道过这样一起离奇恐怖的事件。2006年，一段录像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只见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老人，竟然可以在几米开外，仅凭意念就将重重的砖头推倒。除此之外，他还能用意念隔空将玻璃瓶打爆，他甚至还能隔空将装满水的水盆推出几米远。许多网民一时人心惶惶，人类真的具备这种超自然能力吗？这段视频引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灵异现象调查机构央视《走进科学》节目的关注。节目组用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视频中这位老人。在湖北省武汉市秀美的东湖岸边，我们找到了被当地人传得沸沸扬扬的神奇老人邱福义。没想到这位身着红衣的老人和咱们今天讲的红房子湖滨花园酒店竟然是邻居，他就生活在武汉东湖岸边。看来这红房子呀，真有灵异力量。记者采访老人问他：“你的特异功能是怎么来的？”这位已经84岁的邱老汉对记者说：“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从小精通中医各种传统技术，后来我又结识了许多武林高手，不断学习修炼了几十年，才有了这一身特异功能。”我们都是这个祖传叫金钟罩铁布衫，铁布衫就是拍打功，这身上能够承担一种那个抗击。记者请邱老汉现场表演自己的特异功能，隔空打物。这种气场啊，叫内气外放，外气内收，要它冲哪就冲哪，要冲就冲这。这就可以讲是一种磁场啊，重力场，或电磁场。人的这个手呢有一种能量，有着人的这叫生物电。邱老汉大谈这是中华武术神功，要修炼个几十年。可专家对记者表示，人体作为生物有机体，细胞内确实存在生物电现象，但是过往的几十年，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证实了，人体内的生物电能量极其微小，是不可能隔空移动物体的。可是邱老汉的神功近在眼前啊，他口口声称这就是神功护体，是中华传统武术的特异功能。事情就这样僵在了这里。最后，经过记者、专家、教授一系列调查研究，并架设摄像机，请邱老汉再次表演，终于对邱老汉神功护体一事得出结论。这水是在美团买的啊。专家通过多角度拍摄、多次回看，终于发现了一个细节：邱老汉每次发功时，砖头下面都会迷之隆起。联想起每次发功前，邱老汉都要自己亲自摆放砖头。经过 VAR 回看，节目组发现邱老汉每次摆放砖头前都要磨磨蹭蹭好久，还要摸一摸桌布。这一次，记者亲自给邱老汉摆放砖头不允许他靠近桌子，让他发功。而这一次表演结果却让记者感到有些意外，邱福义的隔空打物竟然失败了。可是在他又重新摆了一次砖之后，奇迹却再次出现了。随后，记者在桌布下面偷偷摸了摸，发现了几个弹簧装置。很明显，砖头是被桌面下的弹簧机关顶起的。之后是隔空碎瓶，
专家告诉记者，这个玄机一定在那块红布里。如果现在你用我提供给你的道具，用这个瓶子或者用这个毛巾，再让你做一次，你能成吗？好，试试看啊。表演又失败了。原来邱老汉的红布里面是铁的啊，有一定的重量，和桌布下面的机关共同作用才能击碎瓶子，而普通毛巾没有重量，则完成不了。那么还剩最后一个神功——隔空吸盆儿。记者还是先让大爷先表演一遍啊，非常成功。随后记者拿出一个自己准备的盆儿，倒满水，让大爷重新表演。没想到这个盆儿和刚才的砖头瓶子一样啊，非常不给面子，还是岿然不动。原来记者发现邱老汉的盆和桌子都是特制的魔术道具。这个桌子除了有弹簧这样的机关外，还有一个轨道，可以通过电机原理带动上面的盆子进行滑动。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节目组事先不检查道具呢？我想节目组肯定一开始就心知肚明，但如果你一上来就戳破，那后面的节目就无法拍摄下去了。走进科学节目早年为了反对迷信、宣扬科学，经常揣着明白装糊涂配合当事人表演，静静看你装逼，最后再科学解析，这才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这个节目侮辱人智商。其实这恰恰是非常聪明的欲擒故纵。就在我们揭开了隔空打物的事实真相后，邱福义也承认这只是一种表演。艺人嘛，是吧？必须要创新，要创新的要跟着欣赏，要有观赏价值。你没有这个新东西，别个看什么呢？就没有出色的东西，必须要出色。在科学面前邱老汉终于承认了前面说的什么中医神技、传统武术、神功护体、特异功能、气沉丹田什么的，不过都是艺术表演而已。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我这个鬼之力公司办不成了。那没事了，谢谢大家的耐心收看，咱们下期见。非静止